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大家有试过我之前介绍过的几样用平底锅做的炊饭吗？效果还可以吗？还是觉得火力的控制有一点点困难，煮出来的口感没有那么的理想？没关系，这一次我们要做更简单、更轻松方式做的米饭料理，不用一直注意看锅子里面的情况，你只要拌一拌就可以完成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好了，那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蛤蟆栗，就是蛤蜊，今天的主角。先要准备盐水，那这个浓度是最好是海水一样的浓度，大概3%。所以，比方说500cc 的水的话，加入大概15公克的盐巴就够了。你先准备轻一点的容器，然后把水倒进去，然后加入盐巴。那这个盐水的分量是大概半升沾到的量就够了。然后把这个铁架放在里面，再来把蛤蜊均匀的样子放上去。然后放热蛤蜊时候要确认它们都没有叠上去哦，就是这样，让它均匀的样子散开。然后整个容器盖上去，但是不要密封哦。然后可以放在安静的地方，等大概1个小时就好了。你就偷偷看里面，就可以看到它们有在呼吸，就是可以看到它们有出来很多沙。这样子放的话，它们都不会中叠嘛，所以它们比较容易呼吸，就是可以吐出来里面的沙，而且吐出来的沙都会在铁架的下面，所以它们不会再吸进去的。好咯，这样子就差不多了，可以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放入容器里面，加入水，然后把蛤蜊用手这样子刮一刮，清干净。好咯，所以这边是已经处理好的蛤蜊，已经吐沙了，然后清干净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处理其他的蔬菜。那我们先切红萝卜，切成薄片，大概20公克就够了。然后把它放好切丝，再来切丁。这个切丁的大小大概就好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切洋葱，用大概1/4就够了。一样切丁，接下来是蒜头，一样切丁，最爱用的黄西菇，我这边利用大概1半就好了。然后这一次的切法有一点不一样哦，先根的部位不要切掉，从头这边开始切，你要切丁，然后下面连在一起的部分，你可以这样子用手拆开。好了，食材都全部切好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加热。这边先加入奶油，然后奶油全部融化之后，加入这些3种蔬菜。然后炒到半透明，香味出来。好了，颜色差不多了，炒到半透明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要加入红西菇，然后继续拌炒到淡金黄色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入蛤蜊。因为我是用这种不粘锅的，所以搅拌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一直拌炒，这样的话刮到那个表面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倒入白酒，然后盖起来，然后就等到壳都全部打开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蛤蜊一个一个有开的画面 ？OK， 好像看起来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打开看看喽。OK， 吼吼，漂亮。哦，打开了锅子更香了哦，受不了。好咯，那我们先熄火，因为现在酱汁还是很多，我想要煮到浓缩一点，但是这个蛤蜊不要一直加热的，所以先把这些拿出来。那现在可以稍微调味一下，这个是盐巴、味淋。
还有酱油。如果大家不习惯加入太日式的话，不加入没关系哦，只有盐巴就好了。但是相信我，像这一种用到奶油跟酱油味淋这些组合是真的是很好吃的。好了，那我来再开火，然后煮到稍微浓缩一点。所以这一次的饭是不是跟生米一起煮的？你就准备白饭，然后另外准备这个浓缩一点的料，跟白饭混在一起的。OK， 我先稍微试一下这个味道哦。哦。非常浓缩的这个蛤蜊的精华，非常好吃。OK， 好像差不多了，已经煮到浓缩的，现在就可以熄火喽。这里有已经煮好的白饭，大概500公克吧。白饭里面加入奶油，每个米饭表面有这个油分，等下加入酱料时候比较不会很快就吸收进去，然后白饭变成黏黏的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加入这个准备好的料，然后均匀搅拌，试一下味道，看看咸度如何。好像可以耶，可能加一点点就好了。因为这边白饭的分量不一定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你加入了酱汁，然后拌一拌是味道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再补一点咸味。然后另外可以加入黑胡椒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入蛤蜊。这些肉太早放进去，一直搅拌的话，这个肉碎掉，所以最好是最后加进去，然后拌一拌就够了。好了，这样子就可以装盘喽。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蛤蟆栗のバター風味混ぜご飯完成了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哦。这个整个饭是太香了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！这个蛤蜊的肉其实还蛮大块的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米饭太香了，完全不觉得它是后面加入酱料，然后混在一起的白饭里面是很有入味，而且这个蛤蜊的精华太香了。那这个拌饭直接这样子吃，当然已经完整非常好吃。那如果你要做一些变化的话，把这个拌饭放在容器里面，然后上面可以放起司也好，然后把这个鸡高汤淋上去。这样就可以享受非常好吃的西式泡饭。那我这边其实已经有弄好的，放久一点，所以稍微变那个吸收了，但是还是看起来非常好吃的样子。那我来就赶快开始吃喽。起司融化的样子非常吸引了，鲜丝的，有看到吗？有吗？一点点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因为有起司嘛，所以可以享受多一个浓郁的风味。这个一定要试试看。然后用平底锅还是电子锅煮饭都有各种不同的好处，我觉得两种方式都很好吃的。如果用这次介绍的方式的话，利用多余的白饭，很简单可以做变化。比方说早上吃白饭嘛，可能搭配味噌汤等等。然后中午时候利用剩下的白饭做这种拌饭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变化方式。那希望大家轻松享受美味米饭料理，谢谢。